你们是老子带过最差的一届，整个高4毕业班居然只有2个金身境武者，高4生不打药，别说上大专、上高职了，毕业都休想。师生一场，老师也不图赚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下课。你买不买？不买咋办？咱班除了于景然和赵清河之外，谁不得靠打药才能毕业？是啊，别到时候拿不到毕业证，送外卖都没人要。王旭，你家还有钱买药吗？我回去问问呗。严老师之前不是说过吗？家里有困难可以向他求助。就老严那德行，他给你的帮助肯定是……行吧，那你努力。终于到了可以合法打药的年纪了。系统姓名王旭，天赋药人，你的身体构造异于常人，能大幅度提高药物的正面效果，同时免疫药物带来的大部分负面效果，但有一定不影响潜力与实力的副作。作为一名穿越者，本来想不靠外挂，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没想到天赋着实太差了。如今18年之期已到，我王旭将以药人之躯比肩神明。不过首先还得解决钱的问题。门没关，进来吧。不漏进武者，恐怕10米外就知道我来了。来买药的。是的，老师，我家庭情况你也知道，买药的花费对我来说有点太……王旭，2年过去了，你还是铜皮境，就你这境界，哪怕坐办公室都没人要，更别说干体力活了。招个金身境，一天能干18个小时，铁骨境一天干15个小时，你一天干12个小时，老板都得求你别猝死在工地上。你要是能跟老师一样到无漏境，一天干23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外就是加班，这才叫竞争力。但是老师，我们家真的没钱。没钱都是借口，直说吧，你到底想不想进步？当然想。这就对了，来，把你手机给我。挑一下吧。啊，这是修炼贷、随便贷、大卫贷、修为贷。你一个老师，居然给自己学生推这么离谱的贷款？你的情况老师了解，拿不出什么抵押物，所以给你选的都是官方合作的正规平台。别的要是接受不了，那就只选修炼贷好了。铜皮境只能贷3万，等你打了药，几个月突破铁骨境以后，还能再贷3万。到了铁骨境，你就能白天上学，晚上兼职打工，也算有还款能力了。先贷到款，再拿钱去黑市买药。黑市的药虽然副作用，但是价格便宜啊。我堂堂药人最不怕的就是副作用。行，我签。啊，没到账。那刚刚的短信是？来，这是价值3万的药，赶紧报回去吧。我有一句，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都说是修炼贷了，怎么可能给你钱？这可是我给你做的担保，要没其他事，就带上药回去吧。贷款资料能让我拿一份吗？离我爹回家还有3小时，我必须在3小时内突破到铁骨境，否则要是被他看到，第2秒就得全打进他体内。肌肉龙4肢注射，代谢强腹部注射，然后是多激素综合剂、经络润化剂、骨骼强补丸。开始训练。不到3分钟就运转了1个周天。
这提升幅度、肉身强度和血气浓度，居然在短短10分钟内暴涨了0.02和0.04。以前是我不懂，打药炼体才是正途，自然炼体邪魔歪道，我应该是突破成功了。果然突破了，老爸应该快回来了。老爹也曾经是金身境武者，但后来和老妈离婚，财产和气血全都被分走大半。老妈借此成功突破为无漏境武者，从此跨越阶级，成为了一名高贵的小区保安，再也没来看过我俩。老爹气血被强行抽离，花光了积蓄，也只能让境界堪堪稳定在铁骨境，在城外黑厂流水线等工，连加班的权利都没有，一天工作15个小时，赚的那1800块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重回巅峰，甚至突破到无漏境找老妈了。先收起来吧，否则背着债务，崛起的机会被老爹抢了，那就惨了。合成食物也全吃完吧。又饿了，突破境界太消耗能量，不过现在动手还太凶险，等数值都达到5.0后再想也不是。你买药啊，爸，你说啥？要买什么？这也能闻到？我可是开门透了10几分钟起，彻底确定药味散尽才关的门。别藏了，把药拿出来吧。我毕竟曾是金身境，你身上淡淡的味道，绝对是药味。没错，爸，你别开玩笑了，我哪买得起辅助用药？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拿你几分药剂怎么了？在箱子里。我爱你，老爸。突然这么肉麻干嘛？这是中学生第35套基础拳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出生的陨石。嗨，有没有公德心啊？老子3个小时后还要上班呢，再吵吵老子报警了。这速度，这力量，刚升高4你就突破铁骨境了。我当初直到高4下半学年，才勉强突破到铁骨境，在25岁时才达到金身境。我的天赋要比你强，辅助用药给你太浪费了。来吧，老爸，广场大街对掏，赢的人才配用药。这里有监控。抱歉，不是儿子不孝，但与其在你身上浪费药物，不如给武道潜力更高的我。你不是做梦都想找我妈吗？把存款给我，我来实现你的梦想。你买药的钱从哪儿来的？严老师为我置办了3万块的修炼袋。居然有老师愿意为高4学生置办修炼袋，你遇到了个好老师啊！我们那时候哪有这条件？否则，我说不定也有机会获得高中毕业证，哪怕境界下跌，也不至于沦落到黑厂打工。是啊，严老师确实是个好老师。之前是我肤浅，只要平台愿意的，修炼袋额度就是我的武道潜力值。境界高了，额度也会提升，到时候左手借右手来，左脚踩右脚，一路修炼上无漏境恐怕都不是问题。精神强度居然上涨了0.5，也就是说，我的武道意志被认可。我的想法果然是对的。来吧，老爸，父子决斗，赢家拥有用药的权利，输家则薅尽贷款，成为对方武道的基石。贷款？自从离婚以后，我的额度挥霍完了。但我看老爸你的身体不是很健全。抵押贷？没错，我在老师那里选了几款适合你的项目，合同就在箱子里。反正你这些力气也没什么用，在哪儿卖力气不是卖，不如拿去给我带点钱，还能发挥些许余热。哈哈哈，真不愧是我儿子。
你求道之心居然如此坚定，哪怕坑老爸也在所不惜。既然如此，那就来吧。你刚刚看着是在聊天，却是在偷偷蓄力嘛？老爸，你不也是在偷偷蓄力吗？别忘了，你老子我曾经可是金身劲武者。这是中学生第32套基础腿法，舍不得坐车，常年累月跑步回家，老爸的熟练度恐怕已经到了10级。好儿子，你的贷款额度容我收下了。看这是什么？那是我用了15年的手机，不行，这一腿下去，我的手机一定会报废。好了吧，这下你的速度优势就不在了。果然，穷鬼老爸轻而易举就被我阴。是刚刚偷袭我时顺手拿走的吗？卑鄙！卑鄙！没想到老爸你修炼天赋不行，战斗天赋也差。看来已经把学校教的东西全都还给老师了。如何削弱对手，同时增强自身，便是战斗的精髓所在。垃圾话也是战术的一种。你以为我腿受伤动不了，你就能赢我？你刚晋升，各项数值最多也就3.0吧，而我都是4.5以上。哪怕我站在这儿跟你打，你也没有胜算。居然只能想象到这种。你的战斗天赋太让我失望。还有啊，那是聚气丹和锻体丸，能让肉身强度和血气浓度提高足足1点。我用4.0的肉身强度扔出的石头，半瘸状态的你怎么给？跟活靶子有什么区别？爸，认输吧，别让我浪费这2颗药丸。你赢了啊！殴打自己非致命部位，直至失去战斗力，这便是武者间的认输方式，哪怕是父子也不能例外。别捂着了，这纸上有2维码，你下好了这几个 app， 再认证一下，收款账户记得填我的。请问哪位是王磊先生？我们这边是修为抵押贷款工作人员。是我。王磊先生，经调查，您曾是金身境武者，因离婚分割，修为境界掉落至铁骨境，所以只能按照铁骨境老2的价值放额。您能接受吗？可以。1年后，如果您未还清贷款，我们将会上门将抵押物收走。接下来，请您脱下外套，我需要在您的抵押物上打上标记。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啊！爸，都这个时候了，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的武道潜力已尽，这辈子都没机会了。但我还有无限的可能。来吧，爸，把你的贷款额度借给我，由我来实现你未能实现的梦想。说的倒是好听。你知道我的梦想，还有我想要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并且我会200%的去完成，包括去见你妈，包括去见我妈。你这家伙，既然你想要的话，啊，不是只签了4家贷款，怎么有5条信息？哦，14000元，绝对是穷鬼老爸的全部存款。哈哈哈哈，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我的梦想，存款，修为根基，气血本源，一生武道传承，乃至往后余生，尽数托付于你了。记得多给你妈2000。
老爸居然真的没动我药品。等我今生无漏井，就帮他把贷款还上吧。我可真是个孝子啊！贷款抵押物选的都是老二，肾脏这些非致命部位，不至于资金一紧张，放贷人员就把老爸的命给收走。该修炼了。药效过得这么快，这才多久啊？就只剩一点点药力了，肯定是药人天赋，在短时间内激发了全部药效。这么一来，我实力提升速度会极快，但药品的消耗量也会极为恐怖，也算是有好有坏吧。你们数学老师又病了，所以这节上体育课，王哲，你在第6排干嘛？上来2排，去第4排吧。好的，老师。你昨天突破了。是的，老师，我晋升铁骨境了。很好，那就再上前1排，去第3排。对了，你是怎么突破的？不如跟大伙讲讲。报告老师，昨天我按照您给的药物搭配方式进行了辅助修行，结果一觉醒来我就铁骨境了。总的来说，都是药物辅助修炼的结果。王哲居然能成铁骨境，药效居然这么强大，很好，说的非常不错。再上前1排，到第2排，不，来第1排。谢谢老师。昨天让同学们回家问的事情，大家问了没有？于景然、赵清河，你们2个金身境先说说。老师，我们暂时不打算买。老师，我们暂时不打算买。没关系，你们2个努力就行，大家也不要勉强，买不买都行，老师不会记仇的。居然可以不买了，还担心没钱买药被骂呢。李萌萌，你呢？你打算买多少？我去年就铁骨境了，想先试试自身练武，能不能突破金身境。不买没关系，那去最后面站着吧。张3 5份，去第5排站着。李4 10份。好，我早就看出你小子武道潜力不俗，来站第1排。药物已经分发完毕，接下来开始正式上课。今天教大家的是第35套基础腿法，以及中学生第11套基础心法。站在第1排，居然1节课就快入门。以前我对雷老师的教导方式抱有异议，但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接下来没买药的自由修炼，买了药的过来，我教你们打药的正确方式。打药也是有讲究的，药丸起效慢，打针效果好，所以先吃药丸再打针，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药效。但同时根据训练项目不同，扎药的顺序也有不同。先口服药丸，再来1针肌肉龙，接下来是代谢强和多激素综合药剂。来了，这磅礴的药力。此子武道潜力竟然恐怖如斯，不过他体内的能量可能很快就会被消耗完了。你拿我卡去食堂刷5斤最便宜的合成食物，5分钟内没送过来，扣你学分。
好强大的消化能力！王旭这家伙的药物敏感性，去街药厂代言，都是最好的药效广告。也不确定耐药性如何，就是境界太低了，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你们围着我干啥？注意了，同学们，一个昨天才刚刚突破铁骨境的武者，今天一次用药直接突破 3.2。啊！我操，真的是3.2的肉身强度和血气。不是，王旭这家伙真的是昨天才突破的吗？打药习武的提升幅度这么离谱，搞得我也有点想打药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打药炼体的优势。不趁现在年轻打药，难道等以后身体不好了再打？之前没买的同学还有机会，2天内之前的折扣依然算数。干得不错！哈，谢谢老师。要不是您提供的食物，刚刚我就不用谢。5金合成食物一共10块，给我15就行。抠死你得了。对了，老师，您之前不是说到铁骨境后可以做点兼职吗？您面子广，看能不能给学生找份工作。您放心，赚的钱我都用来买药。想彻底发挥药人天赋，需要源源不断的药。连老爸的修为都抵押了，手里剩的26000，根本坚持不了多久。赚钱买药，你才铁骨境，白天又得上学，恐怕就只有进黑厂了。我去黑厂待遇怎么样？能拿多少月薪？每天坚持8小时，1周6天，每周收入大概300到600吧。1周300，还要耽误修炼时间，但好像也没别的办法。要是嫌工资低，我倒是还有个工作可以介绍。每天工作时限5小时，日入300到800，就是有点危险。工作5小时，日入300，时薪60，那月薪岂不是高达9000？这是什么神仙兼职啊？老师，您说的有点危险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我认识几个药厂的朋友，缺几个稳定试药人来试验新药的效果。是新药嘛，难免出现意外状况。不过就算真出事了，药厂里医生、药物、器械都是现成的，所以1年到头也吃死不了几个。你可以先干着，等到了金身境，我再介绍你其他工作。听这语气是每年稳定死一批啊，死亡率都这么高了，那其他副作用还会低吗？不过试药人嘛，也只能先试试了。先说好啊，出了事我可不会负责。没问题。500块现金还是扫码？好。这种高薪工作很好找吗？收你500，介绍费多吗？当然不多，我还得谢谢老师您呢。他微信号我等一下推给你，今天下课后应该就会通知你过去了。这么算，我的天赋在半小时内发挥药效的60%到70%，3小时内发挥至少95%以上。快12点了，体育课结束，大家回教室上课了。武道中学没有午休，中午穿插一节文化课，正好能让学生吃饭休息。我们今天来讲光的折射，大家看啊，在这个地方。这老师真可怜，但谁让他学生时代不好好上体育课，反而整天抱着数学物理书，这些歪门邪道课。高中最关键的3年，他跑去当文化特长生，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班里唯二在高4前就晋升金身境的武道天才赵清河啊。虽然有些冒昧，但有兴趣跟我加个好友吗？无论在学校还是社会上，都完全是2个阶层啊！而现在武道婆罗门居然要加我这个前不可接触者的好友，主动打破阶层隔阂，当然可以。哈哈哈，我本来还怕你会拒绝的。哈哈哈哈！怎么可能会有人拒绝你这么好看的美女的请求呢？谢谢，你人还怪好的。你能借我500块吗？我过几天就……这可不行。行吧，我拉你进群了，你注意群消息啊。待会儿下课后记得一起。好，群里这些人都是巴中有名的武道天才，都是在高4之前便已经晋级金身境，有望考上大学的尖子生。他们不是自然炼体吗？怎么在兼职群里，而且一进群就疯狂找我借钱？是怎么回事？被分配到巴中，自然是因为武道综合天赋被测试为中项。整个天石市根据武道潜力，将学生分配到10个中学，同样是被分到巴中的费用，怎么可能2年下来跟我拉开这么大差距？20万。严老师的药品价格并不算贵，省着点，15万左右就能用满3年。药圈的水真深，也难怪个个都在想办法借钱和赚钱。金身境就能拿到高中毕业证，而他也在努力修炼，太癫狂了。能考入大专的，皆是万中挑一的武道天才，突破无漏境，抵达更高的境界，也只是时间问题。未来注定成为受万人敬仰的一方强者。区一个市级中学的全校第一，还是打药上瘾，也敢说自己要考大专，简直痴人说梦。我一个开挂的人都不起来。至于大学，那更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之地。啊，你敢借黑网贷？正规网贷忘了最多就是割点修为，还不上黑网贷，那可是会逼着学习化学、数学等知识，给他们做事啊。有些狠心的，甚至会逼武者去考文化特长生。很多武者不堪受辱，再考上文化特长生证明，没伞的孩子就得拼命奔跑，没钱的孩子就得更加努力。既然决定要贷款了，那就先买几本金身境功法修着。这3本总价8万多，但贵有贵的理由啊。没想到贷款一到，也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外公已经快要满级了，倒是可以准备一下啊。嘿嘿。打错字了，就选这本价值3万块，轻奢级外功练武断铁功。这门功法是第5功法天武功法的前置功夫，以后可以无缝衔接更高级的功法，与基础断体功乃是同源。转修其他高级功法也比较便宜。哎，就剩600块，不过幸好我还有6个品牌没有借过，老爸也能帮我再借借。他借钱的话，网贷那边还能给我返点。严老师的药价有点高，后续得去黑市买便宜药才行。反正我有药人品，不怕副作用。下课，下课。好了，接下来你们自己练吧。先把基础外功和吐纳功修炼到满级再说。先来一记醒脑针，能降低对时间流速的感知。副作用是可能导致思考速度变慢，连严老师都不敢多卖。这枚断体丸可以临时提高根骨韧性、肉身强度，加快外功修炼速度。来了。这就满级了，醒脑针的药效不能浪费。先把基础吐纳功修炼到10级，接下来顺势转修炼武功。
果然打药修炼才是正途啊！半个小时就提升到了1级。有钱了不拿来买药辅助修炼，居然买这种轻奢级功法，真是好高骛远。他悟性要这么高，起码也该去武中才对吧？应该是功法恰巧契合。谁教你的醒脑针，直接往脑门上插？赶紧出手！嘎也得给我嘎到学校外头，否则就算教学事故。不对，他才铁骨境，就已经有了堪比无漏境武者的耐药性了。我捡到宝了，根骨悟性是差了点，但耐药性够强的话，发展潜力也不会低。现代练武人会有缺陷，但现代技术可没有什么不足，都可以用打药来弥补。所以耐药性强就是全方位的强，不过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在硬撑，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练武功到了5级，肉身强度更是拔高到了3.35。醒脑针虽然一针一切，但效果是真的好。你怎么在吃土啊？怎么在吃土啊？金身境后需要进食更有营养的食物，而泥土中富含微量元素，运气好还能吃到虫子。吃了土就可以少花点钱在食补上。但武者的身体消化不了土吧？啊，拼少少，热门功法食土凝气诀。感谢功法创造者，让我每个月省下了起码500块的伙食费，5星好评。1500元就能买一本用到无漏镜的功法，下个月发工资了，买一本。这位同学是新来的吧？我是自然生物科技药厂的经理白崇义，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厂里有什么毒气吗？那些人怎么都戴着防毒面具？我们是做修炼辅助药剂的厂，怎么可能生产毒气？这些药厂的老员工只是为了避免吸入车间里的药物粉尘而已。但你们老板心地还挺善良。还行吧，其他药厂都差不多。毕竟工作期间药粉吸多了，月底到手工资就会比较少了。合着制造车间里的工人，工作时吸点飘荡在空气中的药粉，都要收钱。对呀，那不然呢？总不能让这群工人白吸吧？我就不该对第7星界的资本家有任何幻想。那这么说来，我们试药的药钱也……这个你放心，毕竟是被请来试药的，还不至于赚你们的钱。你们试的药全部都只收个成本价，合着不赚钱是这个意思？别墨迹了，快进来吧。哼，老严承不起。扣掉买药钱和来回车费，到手足足740。之前是我误会药厂老板了。第7星界还是有好老板在。我们一起吃的药，你还吃的是3倍剂量，怎么红了半小时不到就恢复正常了？我体质特殊吧？不说算了。
你确定你给王旭吃的是6倍剂量，而不是3倍？是的，经理。我得知他抗药性和药敏性都高的异常后，特意将他的那份药品分量翻了倍。结果呢？测试出了什么？正常人使用健身灵后会引起精神亢奋、血液沸腾，外在表现为皮肤泛红，起码会维持48个小时以上。而王旭只用半个小时就恢复了正常。他的身体就仿佛一个催化剂和抑制剂的结合体，药物进入后，有益成分便立刻加速起效，而无效和负面成分则被狠狠压制排出体外。我推测，它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药剂亲和体啊！药剂亲和体，说是武道圣体还有点早了。不过倒是可以想办法让他签个卖身，不是永久员工合同了，不是永久员工合同了。经理，他还未满20岁，根据未成年保护法，霸王条款对他无效的。第7星界都这个样子了，还有未成年保护法呢？对呀。而且与公司规定这种摆设不同，为保法执行的还异常严格。可恶，从王旭身上占不到便宜，你给他吃了6倍剂量药，多出的剂量走申请流程了吗？我下午已经提前发起了申请，不过还没走完。没走完，那就是违规操作。多出的3分药钱从你工资里扣，你这个月的绩效也没了。正常应该1个月晋升金身境，但药已经吃完了，还完贷款后只剩下1000块了。清河姐，你不是说这个月有比赛吗？带我一起呗。少来，叫姐也没用。妈，滚啊！说了信息费1000，少1毛都不行。参加比赛能赚曝光度，得奖还能涨几百块信用额度，10几个 APP 加一起可就近万了。1000换1万，你难道不会算？肉身强度破5了吧？血气浓度恐怕4都勉强，二者相差超过20%就很危险。难怪最近总感觉身体不协调，还以为走火入魔了呢。那精神强度会影响修炼吗？哎，等你到金身境，打算突破无漏境，才会对你的精神强度有要求。看来轻奢级内功功法迫在眉睫了，只能动用孝心带。啊，不是吧？这才乖嘛！放心，妈不白收你钱，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多的是，我保证你以后每月起码1场。有没有吃药比赛啊？吃药比赛，你别说，还真有。家人们，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200度高压锅高温环境修炼，一个小心心升高1度。化元功硬持钢筋，第445天。兄弟们咬碎3副门牙后，我终于咬出缺口了，就是有点难消化。九转延年功可延寿30载，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对了，爷爷奶奶们，赶紧点击下方购物车，购买功法使用权。别买，这些主播都是文科文化生，修炼了聚财功，会让你的购买欲望暴涨，忍住啊！文科文化生全都染上了手部试卷的毒瘾，比理科文化生还不如，是彻彻底底处于鄙视链底端的达利特。哼，差点就被卑鄙的文科生给骗了。赶紧走，别染上他们的弱者气息。热烈庆祝吉利药业第2分厂盛大开幕！就是这了，这种药品公司开业或者开分厂，基本都会来办个线下活动，举行吃药比赛，就是彰显药效最好的广告。
平时多看看医药公司的官网或公众号，就能获得一手信息。平时多看看医药公司的官网或公众号，就能获得一手信息。受教了，但这种比赛恐怕也得交报名费。报名费1000，我提前在网上给你报名了。我们的位置在18、19号。哈吉照，你这家伙，原来那1000块钱是报名费吗？嘿嘿，我对你好吧？叫声妈，来听听。妈。哎呀，不是，你要点脸行吗？这咋了？我爸又不会反对，说不定还会夸我孝顺。哼，这不是你爸反不反对的事，这是……哎呀，算了，待会儿你多吃点，一定得吃回本。放心吧，我吃药的本事你还不清楚。赵清河，你怎么在这？而且你怎么跟这个……他叫王旭。哦，对，王旭，你怎么跟王旭这种只能勉强毕业的家伙在一起，来参加比赛了？你不也是？不，我的意思是，你难道放弃考大专的理想了吗？居然自甘堕落到和这个境地。王旭。哦，对，自甘堕落到和王旭这种人一起修炼。堕落？不，他的进步速度真的很快。进步再快，高4时达不到20年，此生便无望踏入大专之门，离高考只有1年了。铁骨精的他总数值又是多少？你叫什么来着？王旭。哦，对，我看看王旭是吧？总数值才11.5，难怪我连名字都记不住。武者的数值就是一切，这种连我1半数值都差点没达到的家伙，最多算个填充背景的 NPC。我和赵清河先后突破金身境，同年获得优秀学生表彰，一直压我一头的女神，竟然自甘堕落到与 NPC 混到了一起。你现在数值多少？21.55。我呢？24.83。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很抱歉打扰了您的雅兴，我这就离开。全校第2，恐怖如斯。接下来的谁是大药王比赛由补激励药业冠名赞助播出。本次比赛规则为：前3名将分别获得现金奖励1万块、5000块。比赛还有奖金，不错。不过最好别奢望奖金。你看看第1排选手的后背，啊，好恶心！他们都是专业做药厂代言赚钱的吃药人。代言吃药人，他们都做了胃部扩张手术，每天进食热量超过20万大卡，每日排饭1公斤计，各种药物每日至少1升以上的剂量，直接往动脉上注射。吃药如吃饭，打药如喝水。他们身体里流动血多还是药多，都很难去判断。和这群以吃药为生的家伙比赛，我们没有任何胜算。我的胃部容量有限，真这么恐怖，那确实比不过。那几个参赛的都是你说的这种水准。来参加这个小比赛的，就算没那么夸张，也不是我们能比的。既然不是专业的，那我就有赢的可能，红白蓝药丸分别记1、2、3分，3种针药得分相同，但根据打入位置得分不同。比赛时间1小时，比赛开始。这口感，药丸里掺了水泥。放心吧，药厂还没那么黑心，他们放的是墙灰，哪怕没修炼过化元功，也最多就是便秘、便血啥的。哦，那我就放心了。药丸太容易吃饱，还是要以打针为主。
细针管里是增强精神强度的药，中等针管增强气血浓度，大针管才是肉身强度的药，药效差不多只有老严的一半。明白，我正好上肉身强度。吃药也是有讲究的，哪有人上来就直接动脉注射？那个谁太外行了。赵同学为何没提醒他正确顺序？难道赵收了贷款 APP 的返点，才昧着良心去接触低素质武者的？不愧是数值接近25的超级强者，半步体育生，这心理素质，我应该向他努力。先从试着去记住那个谁的名字开始吧。差不多到极限了。果然赵同学排名第5，在我之上，885分。19号不是那个谁吗？难道他想挑战职业吃药人？这个19号看着有点眼熟啊，居然能和我们邀请的职业吃药人不相上下。王旭是他，在铁骨境就能和职业吃药人媲美了。这是万中无一的药剂亲和体，当时就该先低价签下来，等20岁了再补签一份有法律效益合同就是。待会儿先去见一面，要是能捡漏糊住他的话，能省下不少代言费。副作用没发作，但摄入药力过多，身体有点扛不住了。1000块的报名费吃出了1万的药效，先运功消化消化，待会儿还能再吃点。还剩8分钟，继续。姓王的还能开始第2轮，不怕给自己打爆体啊？那家伙靠着自己的努力，打破了数值隔阂，不由自主地记住了他的姓氏吗？那家伙又开始了，连我们都不敢继续深入，他居然还敢拿劣质针剂直接扎动脉，不要命了！负责人没说有第4个职业选手吧？难道是补激励打算赖我们的代言费？他快追上我了，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要是输给业余选手，我们的粉丝数必然会大跌啊！只能靠你自己了。这能有什么办法？只要副作用别在台上爆发就好了呀！打药爽啊！这就是未来打药习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超级巨星，有他代言，以后还怕没销路。第4名也不错啊！这些脓包是假的，这些脓包是假的，也就是说他是自然炼体，修炼到了无漏境。他背后的脓包是假的，甚至连脓包都长不起来。他的习武天赋根本不需要打药，根本就不是打药流武者。他的习武天赋根本不需要打药。该死！药实在太少，甚至连脓包都长不起来。不是，我不是自然炼体啊，我是打药打上来的。我们和他不熟。没错，我们只是聚餐打药时遇到的。我理解各位的愤怒，像这种仗着天赋假扮打药流武者的败类，我们补给力药厂坚决抵制。补给力药厂将取消与杨壮的一切合作，同时取消他的本次参赛资格。不要啊！我真的是打药上来的，不是靠自己修炼的，大家相信我呀！来，王旭去领奖台上吧。白经理，您怎么会在？补给力药厂就是自然生物科技药厂的一个下属工厂。对了，待会儿先别走，我有一场机缘送你。一码归一码，后面节目可还长着呢。我浪费的时间怎么算？1小时100，不满1小时按每等算。快，赶紧下个节目！中场休息取消，都给我加快速度！
我给你转了1000块当答谢费。我在这里等个人，你先回去吧。睡着了，毕竟只是个铁骨境的学生嘛，你去叫醒他。喂，是白经理啊。距离等待开始正好是6小时01分。您看这600元现金还是转账？给他转过去，记得走公账。嘿嘿，谢谢老板。您之前说给我一份机缘，什么机缘？一个和第7星界知名企业长期合作的机会。这是合作协议，前3页是具体待遇，后面都是补充条款，看不看都行。药厂代言人长期合同，时限是100年。时限是长烙点，但工资高啊，月薪足足有3万呢。可我当试药人，每月就有2万4的工资。试药人对身体伤害多大呀？何况兼职岗位随时可能没了，哪有代言人来钱轻松？这是威胁。3万只是底薪，等你创收多了，5万、10万都有可能。这是画饼。只要你签了这份意向合同，我保证公司会全力培养你，后续你晋升到无漏镜的资源，我们都给你包了。这是甜枣，这一套丝滑小连招下来，普通学生谁能扛得住？能给我点时间吗？这是我的私人联系方式，你想好了可以随时联系我，我24小时在线。好家伙，赢了个职业吃药人，10几个 APP 总额度直接涨了4万8千。要是药业公司天天开分厂办吃药比赛，那该多好啊！先把1500的食土凝气诀买了，以后我也能吃土补充微量元素了。轻奢级的灵犀急行诀，能加速血气提炼，还能提高运动速度。可是外卖员的专用内功，有的城市练这门功法还得报备，高峰期只能走非机动车道，不能走人行道。以后我再兼职跑个外卖，跑腿，岂不美滋滋？剩的1万6千，先找严老师买点药吧。请问是王旭同学吗？我是半校药厂的负责人，我姓吴。我看到了你在吃药大赛上的风采，刚在随便带平台上买到了你的信息，请问这边有想靠能力赚点外快的想法？找了1个多月都没踪迹的黑药厂，今天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整个第7星界公司注册信息里都没有查到，请问贵司是在哪儿开的？我们采取的是按照摊贩个体售卖方式进行的现产现销模式，因此官方信息查不到我们。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半校药厂。你们找我啥事？我们希望邀请你为半校药厂拍几个视频，做几次线下巡演，价格好商量。我高中毕业前应该做不了代言人。同学，你放心，我们可不是什么正规药厂，他们是怕出事，所以不敢签，而我们不怕。对呀，自然生物科技药业只敢签意向合同，是怕罚款。他个黑药厂怕啥？如何，同学，你有想法吗？如果我过去的话，大概能拿多少？不签合同，按次数结算，根据表现，一次1500到5000不等，每月次数不固定。我接了，大概什么时候需要过去？过几天我会组织一场药局，工资暂定2800。不过第一次属于试用期，只有最终留下的人才有工资。没问题，我接了。出于保密考虑，届时我会提前1到3个小时告知你地址和信息，几天后见。等等，你们的药一般在哪儿卖？我想要先去看看。天石市飞龙大街尽头右转15公里有一个1级药物集市，记得报我们公司的名字。严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啊，为了方便学生，居然24小时待在学校。开始修炼灵犀急行诀吧。不愧是轻奢级内
这提升速率简直恐怖，血系和肉身数值接近，之前走火入魔的感觉果然消失了。突破金身境应该就这几天了，先睡一觉再说吧。昨天我还只能勉强记起他姓王，今天就隐约知道他名字是2个字了。难道这家伙一晚上就消化了昨天比赛的药效，数值有了很大的提升？姓王的这么恐怖吗？我通宵修炼，胃袋里都还有几斤强灰，药力更是只消耗了1/3不到。赵清河真不愧是数值高达24以上的强者，直觉果然敏锐。那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 NPC 的异常。食堂2楼卖的可不是合成食物，而是蕴藏着丰富蛋白质、油脂、纤维素的预制菜。长期摄入预制菜，能强化武者肉身和血气，还能够稳定精神强度，有助于突破无漏境。原来食补居然需要进食昂贵的预制菜，那这3个窗口卖的预制菜有什么区别？价格和年份不一样。年份？预制菜还有年份？1号窗口都是3到10年的新鲜僵尸肉做成的，因此2荤1素就要足足150元，而2号窗口用的都是10到30年的2荤1素，只要100元。3号窗口的就在30年以上了，偶尔还有100年僵尸肉特价销售，因此2荤1素也才30元。30的话，那岂不是可以1天1顿？僵尸肉年份越高，精神稳定效果就越差，性价比反而不高，试一次你就明白了。1号窗口这肉真香，果然人还是得吃肉，感觉修炼速度都加快了。这肉里不会加药了吧？没错，你吃的牛排，养殖公司从小给牛打增加肌肉生长的瘦肉精，是稳定精神的安定剂。再比如这个猪肉，骨头明显比寻常野猪大上5倍，说明这只肉猪从小便注射了过量的激素类、促消化的药物，这些养殖动物药效深入骨髓，冷冻别超过30年，药效便不会流失太多。因此我们吃肉的同时，也相当于吃了药。2号窗口的菜口感略有下降，但药效差不多。没错，3号窗口虽然便宜，但药效全看人品，口感更是差的没边。这么说来，2号窗口性价比最高，不知道3年以内的僵尸肉是什么滋味？3年以内的那就叫冷鲜肉了，一份几百上千，属于中产阶级才吃得起的轻奢级食物。我知道你很好奇，但我并不建议你花钱尝这个新鲜。是太贵了，性价比不高的原因吗？不且我是怕你染上肉瘾啊。肉瘾还有这说法？吃喝嫖赌为何能并列？吃肉能稳定精神，但也会使武者产生依赖性。3年前我校有一位高4学生，入校后家境突然发达，因此武道潜力突飞猛进，仅仅高1就成了学校唯2的体育生。本来他是有望大专的，以为吃一口新鲜肉没事，结果1000份1块的肉菜连吃了3年，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最后听说沾染上了蛮兽肉，连丹田都被毁了。吃个肉怎么会连丹田都被毁啊？那一次是他发昏没钱买肉，竟偷到市中心富人区去了。富人区的东西偷得的嘛。后来怎么样？先写认罪书，后来是打了大半夜，再毁了丹田。丹田毁了之后呢？之后谁晓得，许是被学校开除后就死了。对了姐，食补有什么讲究？我能不能数值到26后再开始？别想着省钱了，要不我早戒了。一旦停止，轻则进展缓慢，重则数值倒退，境界倒退都有可能。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只要别染上肉瘾，多吃点土，花销还算可控。莫非你快突破了，想考大专吗？有一点，但不多。我的目标是先解决家庭矛盾，突破无漏境才是考试的门槛。整个4715号宜居星球，数百亿人全是武者，大专生占比不到10万分之一，难度可想而知。你知道单招吗？大专单招无需参加统考，但获得单招资格的不是绝世天才，就是家里有权有势，跟咱们没关系。当然有。你知道大专现在有个专业叫做试药人专业吗？而且相比其他专业，试药人专业老师
更倾向于招募相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武者。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俩就能互相组成对照组了。控制变量法。没错，我俩成长经历、修炼经历、学习经历，就连用药雷同度都大概率在90%以上，简直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变量对照组。哦，这么说来，你的抗药性也很高。我从高1打到高4，你看我身上有痘吗？要不是没钱，我早无漏尽了。难道你是药剂亲和体？可能吧。不是，我没说不同意，考虑几天也不行吗？做事这么绝，没办法，只能跑步去黑药集市，药味都入土了，看来就是这了。哪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半效制药，王旭。收到，在邀请名单里。进去吧。帅哥，第一次来黑药市场吗？要买什么方面的药？我这里有超级气血丸，比外面的基础款便宜80%，药效不变。便宜80%？黑药便宜到这个地步了吗？哎呦，别听他的，他那药效是没变，但副作用强了3倍不止。看我的独尊断体丸，药效虽然只有1半，但副作用只比基础款强1倍，价格更是只有1半。1半药效也敢收1半的钱，真是丢我们黑药师的脸！嘿嘿嘿，无敌加倍版气血断体双加成药丸，3倍药效只收80%价格，买多还有优惠。双加成药，连职业吃药人都不敢多吃。卖毒药给这位帅哥，简直有违职业道德。老板，你的这些药介绍一下。没问题，帅哥，您需要什么方面的药啊？促进思维悟性。嘿，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5种针剂、3种药丸都是您要的东西啊。其中效果最好的是，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副作用限制不多。黑药师的宗旨就是一个字：堆。堆药效，堆性价比，能堆多高堆多高。能堆多强堆多强。至于药毒，3、5倍算是开胃，10几倍勉强及格，几十上百倍的也屡见不鲜，很难说是药还是毒。吃死太多人后，市场才要求将药效毒性明码标价，而半效制药在同等药效下只有1半的药，算是相当可怕。帅哥，你想要这支贵的还是这支便宜的？老板，我是学生，能不能把这个贵的按便宜的？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开玩笑嘛，你不愿意就算了，我去里面再看看。这颗3倍药效的爆能出血丸100，行了吧？50，哎呦，行，要不是卖了1个星期都没卖出去，真不想给你。我的意思是5块。哦，哈哈哈，滚！老板，咱交个朋友，20块卖给我行不行？那30、40不能再多了，不行我真走。拿去，抠成这样也是少见。多谢老板。普通武者对毒性强的劣质药品避之不及，而我压根不在乎毒性，那我直接买劣质药品不就行了吗？哈哈哈哈！哎呀，神经病！仅仅1页，我的各项数值就无限逼近铁骨境最高的5.99了。课堂上再努力，今天就能突破今天进度。给清河也带一点。义父，此话当真？4倍药效的气血针只卖我100，除了4倍药效，还有13倍毒性。什么毒性？那是打药之神给我的考验。你不是药剂亲和体吗？不会扛不住毒性吧？没事，我消化一下就好。好神奇的体质啊，竟能提前将毒性催化排出，难怪有自信和我一起去考大专。虽然杂质多的离谱，但药效真实无误啊！唉，你是怎么找到黑药市场的？上次比赛我进入前3后就有人联系我，不过没邀请，貌似进不去。那什么，你能不能帮我也要个邀请名额？我给钱，3000够不够？咱俩谁跟谁呀？不用钱，到时我帮你问问就是了。义父，此话当真？昨天那个食补真是让我茶饭不思啊！保证给义父安排上。今天中午1号窗口，义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操！赵清河如此骄傲的人，居然叫人义父？难道王同学其实是修炼了返老还童功的隐藏强者？赵清河发觉了王同学的秘密，提前布局，委身接触，这才换来了义女的身份。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关于他的记忆突然结束，难道他快突破金身境界？关于他的记忆突然结束，
难道他快突破金身境了？好，很好，王旭，你非常好。啥？王旭突破金身境了？啥？王旭突破金身境了？那他在咱班岂不是2人之下，37人之上啊？额度怎么只涨了1万呢？你突破时年龄太大，被认为武道潜力低下，当然涨不了多少额度，等数值提起来就好了。原来如此，武技修炼也该提上日程了。我俩选一样的武技，为了方便大专老师做实验。啥？你之前居然没学过武技吗？修炼武技可是要钱的，我哪有多余的钱？可我心法还没学。我复制一份给你不就好了？心法这玩意你不说谁知道啊？已进淘宝 app 帮我砍一刀，咱俩拼团买武器更优惠。淘宝没下，没关系啊，新用户优惠更大。轻奢级武技玄体演算功，将人体视为计算器，在丹田处构建运算矩阵，功法运转后将外界信息拆解为确认数值，能够极大幅提高大脑运转功效，全方位提高身体状态，并实时监测调整，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中。心法发你了，看完记得删除哦。收到。轻奢级心法星月养神术，在星月光芒照耀下，能进一步提升精神强度、修炼速度，最适合流浪汉或无家可归的武者。据说是创始人突破无漏境后，在市中心连住5年桥洞后感悟到的，所以修炼时痛骂开发商、炒房团、二房东以及第7星界房产局，能够加速精神数值的提升。这样一来，从功法到武技就全面轻奢化了。大专收的是全面型人，就算是走是要人单招，但没攻击性武器也难通过考试吧？没钱啊，大专考场上起码得用10几万的高奢，顶奢级武技才行，轻奢纯属糟蹋钱啊！要是有人能送我一本特供级武技给我就好。那你拉屎的出口怕是要进去点东西了，我没钱了，你还剩多少？4000多，勉强够我再去一趟。去黑市，你还款日期快到了吧？你还有其他收入来源还款？哦，对，我差点忘了。哎呀，贷款是要还的哦。丹田矩阵网络形成，耳清目明。初步内视，全体演算功终于小成了，以后再吃墙灰就可以运功排出体外了，还能将药物运送到指定部位去。1小时内天石市飞龙大街尽头，能到吗？能。不过老板，我朋友也想买点药，市场名额能给他开一个吗？叫啥？在哪儿读书？多少岁？基础信息给一下，我们得给他开个盒，确认没问题才行。他叫赵清河，也是8中的。好了，他下次去报我们公司名字就行，记得别迟到，到地方会有人接你。放心吧，老板。剩下价值50的药效，车费大概6块，还是坐车修炼性价比更高。王旭吧，这边。啊，这车夫起码是无漏镜，这么豪华的配置是来接我的。机械车辆根本比不上顶尖武者的速度，所以第7星际的有钱人都是以有高级车夫为主。吴经理，这是在向我展示财力啊！上车吧，好平稳，好强大的稳定能力。我可是老板车库里排名第3的车夫，努力修炼吧，小子！有朝一日，说不定你也有机会被有钱人看上，进入别人的车库。到了吗？王旭是吧？进门右转，直走去中间，看过去最精致的那个楼房，经理在里面等你，其他房子别乱开，小心注意。王旭，坐吧，你是最后一个，所以是7号，一会儿就开始了。谢谢经理啊，这群人一看就都是常年累月打药，反而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们招的代言人，除了带货外，必须体现我们半效制药的优势，毒性低且效果强，能吃完全部药物，并且未爆发副作用的人就是赢家。你先开始。是。别光吃啊！你不修炼，怎么体现我们半效制药的优势？别忘了，你们应聘的可是代言人，是要当街吃药修炼的，是来宣传我们药厂的啊！是。豁出去，该你了，2号选手。你可这养鱼呢？打个药这么小心，是担心观众看不出药毒有多大吗？拖出去！能的，经理，我可以吃快的，再给我一次机会。经理，要把黑药吃的又多又快，
还不能中断修炼，这就是代言人吗？果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剩下的也别一个个来了，干脆一起吧。就算拿不到工资，免费吃几口药也不算亏啊。第7星界里能免费吃东西的机会可不多。开始虽然是兼职代言人，但这嘴歪眼斜、脸胀得跟茄子一样，顾客看了会怎么想？就像明星吃自己代言的食物时，哪怕真的很难吃，也绝对不能表现出来。这个就叫专业。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潜力选手，怎么一比赛就开摆了？王旭为什么突然不动了？为什么突然不动了？边打药边修炼，没什么难度。我给吴经理您来段花的，感谢吴经理给我的这次机会。这一针我祝您前程似锦，步步高升；这一针我祝您财源滚滚，好运连连；这一针我祝您事业飞腾，福气临门；这一针我祝您说话有人听，出手有人跟。不是哥们，有必要这么卷吗？我们打药能保持微笑就不错了，你还整上竞争词了。边打药边修炼，还能边说话，那岂不是雇了王旭还能省下解说员的工资？好，不愧是我亲自挑选的人才，果然没让我失望。那就决定是这我也做得到啊！这一针我敬吴经理，您步步高升；这一把我敬吴经理，您天天发财。这一针我敬吴经理您。好，李思远不愧是第1中学的学生，药抗性果然强大。第1中学，如果说8中的学霸和学渣是婆罗门和达利特，好歹还算是一个种族，那1中和8中的学生就几乎是2个物种。传说能进1中的学生，从婴儿时期，父母便会在奶粉里增加药剂，从小到大吃的是药膳，喝的是药汤。任何一名1中的学生，其药抗性、药敏性都惊为天人。哎呀，好纠结呀！李思源身份更高，还有名校光环，但王旭的表现更好。其实这2800我给谁都一样，就是不知道谁的性价比更高呢。他妈的，还没入职呢，就开始压价，想让我降价，那是不可能的。我的目标可是大专院校的试药人转移。吴经理，测试药剂虽然没标签，但我猜针剂是2倍药力5倍毒性，而药丸则是3倍药力6倍毒性。对场药物主要副作用虽然是腹绞痛，但其实还伴有轻微的头晕和大脑损伤，因此你们故意增加毒性，将腹绞痛扩大化，才使得使用者察觉不到大脑异常。我说的可对啊？好精准的药性测试，好犀利的药性点评。好精准的药性测试，好犀利的药性点评，这不是金身镜能拥有的分析算力。说吧，你学了什么特殊功法？是玄体演算功，已有小成。很好，就你了。拿2800块给王旭，他不仅是代言人、讲解员，还能兼职专业试药员，1人3用。简直是天生的牛马圣体，这才是第7星界需要的多功能人才啊！该死的公贼，1人干3份活，价钱还不变，迟早把自己卷没了。你以后扛不住药性，就知道后悔。王旭，我来教你一下解说词、表演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广告词。今晚我们就去黑药市场，开始你的第1次打药巡演。这次笑脸打药巡演效果不错，这3000块你拿着，多的200算业绩。以后每周固定1次巡演，其他时间有需要会提前通知并额外付款作为代言人。以后你在办校制药购买药品还有额外优惠。多谢吴经理，1周3000，1个月就是12000，而且每次都能免费打药打到饱。不得不说，黑药厂有的方面确实要比正规药厂更强。200，好家伙，直接翻倍啊！真是一群奸商。哼，终于问到重点了，就等你问这句呢。
谁还没点小秘密？谁还没点小秘密？实战也是大专最重视的能力之一，但在第7星界，斗殴会被狠狠罚钱，擂台又要门票，所以穷人的实战机会很少。搞定了打药，又来个实战，又得继续卷境界数值功法，月考、统考、实战，关键点一个接一个，稍有偏差，所有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这该死的第7星界，穷人不仅起点低，而且几乎没有半点容错。还得接着练，以后每天睡3小时。思想会欺骗，但数值不会。加油吧，王旭，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除了数值提升以外，全体演算功也5级了。总感觉这门武技跟其他轻奢级功法不一样。3级之后每升1级，就连我的思维速度也得到了提升。但这门武技的后续搜不到购买渠道，就是说至少也是特供级。算了，先去上学吧。这狗学校以前起码还演示一下，现在演都不演了。话虽然难听，但也是现实嘛。别生气了，正好今天我要食补，你请我去吃顿食补消消气。乖，3年份的僵尸肉，稀罕我。阿姨，给我打1份。严老师，你找我们？严老师，你找我们？你们2个好久没买药了，算算时间，应该用的差不多了吧？正好今天月考，买一点。正好今天月考，买一点。严老师，我们之前买的还剩很多呢，暂时不用。没错，老师，我们都是省着用的，实在用不了那么多。哎，辅助用药有什么多不多的？这又不是米面粮油，这些奢侈品备点放家里总没错。这样，你俩各买1万块的药，我给你们打85折。待会儿考试时，我跟其他老师说点好话，多给点分，咋样？哼，买药多给分。哼，买药多给分，那不买药就会少给。那不买药就会少给了。高中考试共分数值、发力、血气、实战4项测验。除了数值测验外，考试裁判都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实战测验，裁判们更是有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裁判又一般由学校地位最高的体育老师担任，分高分低还不都是裁判说了算。老师，我们实在没钱。哦，你们对自己的发力和气血控制能力这么自信？这是赤果锅的威胁，天天追着我们这群穷鬼压榨，是怎么回事啊？有本事去压榨富人啊！抱歉，老师，我们真的没钱了。那你呢？你也没钱了。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没关系，你们不想买，老师也不会强求。接下来的考试好好表现就行。听说了吗？王旭和赵清河这2个家伙今天居然没买严老师的药。哎，看来是要拿我们杀鸡儆猴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偏偏选择我们，应该不止我们俩拒绝吧？管他呢，先修炼吧。居然敢拒绝严老师的推销，难道他们不知道严老师心眼比针眼还小吗？难道我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他真是老灯重修。如果真是老灯重修的话，严老师必然奈何不得他们。再观察一回。所有考生来这里缴纳场地费、人员费、保险费、考试器材使用费，缴费之后才能考试。监管费、加工费、出差费以及其他各种税费，结一下吧。是传说中的顶尖理科生，也是文化生中唯一地位能比肩寻常体育生的存在。啊！怎么可能？七窍流血，已经晕过去了。不过是在15种税率计算方式里，各添加了几次42节运算，就脑力不足了吗？精神强度简直低得可怜啊！根据我刚刚的计算，所有税款加起来，这次你们的税率是180%。没意见的话，就请转账吧。没想到办一场考试，不仅从学生手里赚的钱没了，还倒亏80%。文化生居然也能有如此地位，大丈夫当如是啊！
看什么看？赶紧去排队，考试开始了。下一个王旭，到王旭了。如果王旭当真是老登重修，那么短时间内他数值的提升一定要比寻常人快上不少。王旭总数值18.91，最终得分为75.6分，评为优秀。下一个赵清河，果然月考75到90分为优秀，90以上为顶尖。是开学的时候，他3项数值连10都不到，前几天才12，现在居然快20了。赵清河总数值26.54，最终得分为100，评价为顶尖。我操，他进步也这么快，几天时间就从24提升到了26。我说赵清河怎么愿意和之前还是 NPC 的王旭，就是不知道他给的好处是什么。我能不能也加入进去分一杯羹？莫非是双修？于景然，到你了。于景然，你耳聋吗？到你了，听不见。金身净了，还会走神？不要耽误大家时间，赶快测试。怎么几天没测，进步这么快？这2个家伙该不会有什么背景吧？血气和发力测验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发力测验不允许使用血气之力，所以会先进行血气测验，用仪器将学生体内的所有血气抽干，再让其直接进行发力测验。等考完发力测验，再将血气返还回去。严老师该动手了。怎么着？稍微多抽了一会，不过没事，多抽一会儿，抽得更干净了。这么狠吗？直接抽干！充盈的血气突然亏空，他俩恐怕连站立都难吧？严老师这是铁了心要整他们2个。赵清河可是全校第2呢，王旭进步也飞快，他说整就整。正因为如此，严老师才更要下狠手。他俩不买都被这么晚，其他人谁还敢不买？幸好我买了。我操，中午还是去买点找雷老师赔个罪吧。一群唯利是图的蠢货，他俩往日畏畏缩缩，竟然敢如此顶撞老严，怎么可能没有后手？我和其他同学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后壁障了。好，别耽误时间，开始发力测验。王旭、赵清河，你们2个先开始。他俩最后抽的血气，断人财路，如害人性命吗？心眼真小，一次没买而已，就把自己学生当外星人整。老雷，这2个学生是你们班的吧？考试呢，保持安静。你们2个开始吧。小王，你没问题吧？要不我借你点钱，干脆向严老师低头，买药算了。小邵，这个话应该我问你才对。要是因为这次测验考不上大专，我可不想几10年后回来，却发现你孩子都有3、4个了。如果是之前，我还真就低头，但现在5级的玄体演算功夫，让我对身体的控制力已经强到没边了。估摸着小赵起码也练到3级了吧？要来了，要来了！全力测试结果为810千克，评价为顶尖。全力测试结果为980千克，评价为顶尖。我就知道，你这2个学生都快够上体育生门槛了。本以为你是小心眼，没想到居然对自己的学生自信。赵清河我还能理解，毕竟高1就开始打药，根基在那摆着。王旭一个冬练39，夏练3伏。苦哈哈，自然练体的，他凭什么呀？还愣着干嘛？赶紧给我们看一下他俩的血气报告。对呀，时间就这么点，练了肉身，那血气方面大概就会落下了。尤其王旭，绝对高不了。啊！我操，又是顶尖！老严，你今年的奖金稳了呀，肉身血气双顶尖，努力，一般2体育生不是问题。到时候不说请我们吃冷鲜肉预制菜，起码得打点高级药吧。短短数月，这2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不顺水推舟算了，可我已经得罪他俩了。不对，什么得罪不得罪的？身为老师，教训一下学生有什么问题？先找人替我观察打听打听再决定吧。同学们，按照学号依次测验完，再去领回血气。中午的文化考试上休息休息，吃点饭，准备下午的实战测验。只失去血气几分钟而已，我就感觉到肉体开始萎缩，太难受了。
怪不得老爹那么恨我。谁要是害我被抽走一半的血气，我也得跟他不死不休。僵尸肉，于同学你好，我叫王旭。王哥，您的名字我当然记得。随着数值的提升，再加上可能的隐藏身份，王旭早从 NPC 进化成了可交互主线剧情人物，面容分辨率甚至高达 8K。我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再带一个人的打算？他怎么知道我俩准备搭伙考大专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承认了，他居然承认了！该死，都怪我会自动屏蔽弱者，才会让赵清河捷足先登。王哥，你俩整天在一起，进步又这么快，就算我没注意到，过段时间其他人大概率也会注意到的。制药人这个专业并不隐蔽，赵清河能想到，其他人也能想到，被他猜到倒也正常。我无所谓啊，人多优势更大嘛。3个对照组的优势，当然要比2个对照组更大。这条路并不好走，不仅要修炼特定功法，花销也极大。最重要的是，对天赋和药抗性有很高要求。特异功法果然是双修啊！没想到赵清河表面清纯高冷，私底下居然这么开放。不过也是，大家都是武者了，只要能提升实力，练什么不是练？王哥放心，我的药抗性绝对顶尖。你看我打药多年，皮肤照样光滑无红点，只是偶尔才有副作用。行，那待会儿我把功法发你，看你几天能入门。全体演算功是本高难度武技，看评价功法效率大概率不错。这就是对我天赋的考核吗？虽然有点贵，但被大佬带飞的机会可不多，该花的钱不能省。买了，明明每个字都认识，结合到一起怎么这么晦涩？哎，算了，考完回去结合思维促进类药物慢慢看吧。这人貌似是某个同班同学，你看什么？哦，我刚刚看宇哥，你好像和王旭还有赵清河关系很好。我想问一下王旭，他问什么问？我告诉你，王哥现在和我是一伙的。你以为我会把王哥是重修者的秘密告诉你？重修者，哈哈，一言假，你确定这是于景然告诉你的？千真万确啊，严老师，我这有录音录像呢，你看看。不必了，虽然王旭最近表现确实不一般，但距离重修者还有很大差距。老师啊，您看我工作那是。没问题，毕业后我直接送你进厂。哎，谢谢老师，那我先走了。嘿嘿嘿嘿。虽然可以肯定王旭不是重修者，不过倒可以借题发挥一下，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为了避免药厂装傻，得保留证据，把聊天记录什么的都拷进3个 U 盘里，抽屉放一个，保险柜里放一个，肚子里吞一个。万一有神秘强者找上门，我一捅喉咙就能把药厂供出来。工作 AI 监控大模型部署好了，通知所有人，今后工作时分心度高于5%，超过1分钟直接罚款。你们这边的监控太落后了，给了那群打工人多少偷懒机会。之前的经理也曾有想过，但资产联合公司在这颗星球上 ，AI 定价太过昂贵，所以说好的全宇宙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呢，都不给我们免费用，也好意思取名叫资产联合。对了，你现在过来是有什么事？狗屁重修者，姓严的分明就是不想赔钱，又不想担风险。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这个王旭的数值时间曲线变化图太诡异了。花点钱去把王旭还有他接触相关人员的信息，还有他祖宗18代的信息都开一下，记得走公账。好的，经理。父亲工资1800，爷爷工资2500，太爷爷工资2000，几乎没一代人的工资能超过3000块。祖宗18代的穷鬼，他们家怎么传下来的？老爹在黑厂打工，老妈离婚进了市中心后断绝了来往，自己在20多家贷款 APP 上有名，征信报告能翻40多页。不过全体演算功，
这种连我都没听过的冷门功法，他怎么找到的？不过效果看起来不错，以后进公司还能顺便当个人肉分析仪，是个人才啊！穷得荡气回肠，还带了这么多钱，简直是天血牛马！把分析结果发过去，让姓严的加大力度。下午实战测验，严老师大概率还会弄出点事，你有把握吗？小赵啊，你还是小瞧义父的本事了。你玄体演算功几级了？5级。才5级，我已经啊，你也5级了，合着你真开挂呀？什么叫我也5级了？你也5级了？牛批啊，小赵！怕是从早上就等着我问你的吧？你也不赖啊，小王憋好几天了吧？我是4号，对手全校第19的王立健，数值才16，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你呢？8号，对手是全校第7的叶永峰，总数值20.6。这人以前平平无奇，不过他父母争气，咸鱼翻身，赚了不少钱，他的武道潜力也因此突飞猛进。本以为老严会安排个数值怪怪，没想到居然给我安排了一个操作怪。3分钟内击败王旭，严老师会给我顶尖评语。重创非丹田位置的话，还能帮我申请药厂校外临时医药代理人。要是能拿下的，我来应聘大厂流水线员工就更有底气了。半年上任小组长，1年升职现成，不是梦。数值还不到19点，虽然抗药性比我高，但我的药物效果可比你好多了。4倍药效的强身丸和健体丸，还有3倍药效的针剂，这种穷鬼怕是见都没见过吧？自从父母有出息之后，我武道一途再无阻拦，是时候出山，让巴中穷鬼们认清楚差距。算王旭倒霉，这第1仗就以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拉开帷幕吧。听说以前的测试不光允许吃药，甚至允许学生们持续战斗，一旦受伤濒死，医护人员立刻把各种滞销的昂贵药物往学生嘴里塞。后来伤亡率和破产率太高，才被官方禁止。选手已就位，3分钟后比赛开始。穷人为了名次，每次考试都得投好资金，表面成绩越好，但潜力却越差。和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差距也只会越来越大。抱歉了，王旭，受人所托，你的4肢得先来次粉碎性锻炼锻炼，恢复力了。比赛开始，轻奢级武技瞬移，轻奢级武技大力拳，不能打丹田，那就一拳废掉，防止逃跑，2拳打嘴，防止投降。接下来全看发挥。反应到你的快呀！金身组8号擂台实战测验结束，王旭胜。废物，这姓叶的就是个花架子，空有一身高品质武技，反过来被王旭秒了。王旭赢了实测，保底分数80以上。再打压也没意义了，再打压也没意义了。药吃太多了，早知道就省一点了。不过好在没运动多久，药力没浪费多少。赶紧修炼，赶紧修炼。怎么比我慢这么多？他给我转了500块，我陪他多练了几分钟。数值高真好啊！我考试花钱，你考试反而赚钱是吧？该死的数值怪！实战测验96，月考总分355。除了数值测验优秀外，其余3项皆是顶尖，不错嘛，小王。对比上学期，简直翻天覆地呀！哪里，你总分高达380，如果不算常年在一中当交换生的全校第一，你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我晚上还有次黑药厂的代言，就不陪你一起吃饭啦。考这么好，我必须奖励自己一顿放纵餐。
吃得好饱。武技共分攻击、身法、防御、功能4类，就连岳永峰都修炼了2年。那以后单招考试上的对手，还得搞钱买武技，把月考成绩提交上去，贷款额度肯定大涨。您的材料已经通过验证，额度由8000上涨至12000，哈哈，10几个黑网贷居然涨了6万多的额度，剩下这3个也提交上去看看。啊，抱歉，检测到您目前有一份未接收的律师函，信用额度已被锁定。什么鬼？本律师事务所受自然生物科技药业正式委托。该死的资本，居然千方百计阻止我参加单招考试，得赶紧把剩下的额度都贷出来。居然千方百计阻止我参加单招考试，得赶紧把剩下的额度都贷出来。完成，贷出来4万多。自然生物科技药业可真狠，老严也是被他们指示的。之前派人想打断我的4肢还好，现在居然断我财路，不签卖身契就想尽一切办法逼我签，我还就不信了，能在天时世一手遮天。半校制药吗？麻烦问一下，明天的活动是几点？哎，好，麻烦替我向吴经理表示感谢，谢谢他给我的工作机会。好在半校制药没受影响，起码我吃喝拉撒不成问题，得抓紧时间。这4万块去黑药市场买药，足够我修炼到无漏境还有剩余。经理已经处理完毕，王旭名下所有网贷额度都被停封。很好，没钱他就没办法买药修炼习武。如今已经不是几万年前的中武或者低武时代了，在这个高武时代练武就是花钱。武道潜力的组成，自身天赋占比很小，存款余额和父母身份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该死的穷人，既然没钱，就老老实实被资本剥削呀！挣扎什么？害公司足足花了5位数，到时我要让你一天工作25个小时，加班加到死。王旭，从今天开始，值日生的位置归你了。以后每天放学打扫教室、走廊还有操场，不准威胁其他同学帮你做，不然我会记你大过。可以。哦，对了，值日生由1天1轮换，改为1月1轮换了。所以这个月的值日生都归你了，每天4、5个小时的额外，连续1个月，别说去打工了，就连修炼。王旭啊，王旭，你也别怪我，谁叫你这么不识时务呢？能给药厂当耗材就是最大的荣幸，真给我逼急了。在学生档案里夸你几句，具有反抗精神，多次团结同学，哪还会有公司聘用你？就等着社会性死亡吧！严老师，你这样恐怕不符合规矩吧？哪有值日生一当1个月的？哪条校规规定值日生不能？没错，赵同学说的对，老师你这样太过分了。好不容易遇见王旭这个重修老怪物，遇到点事，没想到犹豫了1秒就失了先机。这个赵清河也太会争取了。严老师，王旭是我好兄弟，你针对他就是针对我，不就是值日生吗？我于景然和他一起做的。不是，这哥们儿这么讲义气啊！之前是我错怪他了。怎么回事？班里唯3的3个精神境学生联合到一起了！啊，反了！你虽然让我们干活了，但我们不一定是因为你才干的活。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干活，但你不一定是我们的老师。既然喜欢打扫卫生，那你们3个就打扫个够吧！别以为这就完了，我已经为王旭向学校申请了各种课外活动，1个月后，王旭的所有课后时间都将被填满。只要还想习武，就必须向我低头。王旭那边怎么样了？效果不如预期，不过经理你放心，最晚1个月，我保证他以后所有空闲时间都会被全部挤占。1个月嘛，倒是不急。对了，王旭表现不差，万一过段时间被校长发现的话，我这边不是很好交代啊。放心，你那边继续给压力，我的人会在条件方面稍微松口。我查过了，王旭这种祖上18代都是穷苦出身的孩子，
能想到最赚钱的办法，也就是磕一个头给1万了吧？一招得志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世界主角，但他的内核始终没变。我们胡萝卜加大棒的套路齐出，他怕是比谁签的都快。哎，行吧。不过我推测王旭可能还有额外的其他收入，得麻烦你课后跟踪一下，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他妈的，该死的有钱人！不过是投胎技术比我好罢了。装你妈的！明天我要将你打得满地找牙。开始打扫了。看来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了。王哥，您客气了，应该的。全体演算功对你大有意义，你最好能坚持修炼到满级。没错，王哥都这么说了，那我一定努力修炼。李井然态度变化太快了，总感觉他别有所图。原来是找到了黑药市场，难怪不来找我买药了。他又出门了，难道和魏查明的收入来源有关？先跟上去。药水猪肉，纯激素长大的新鲜肉猪，一口下去满满都是真剂啊！800一份，童叟无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究极无敌逆天神功心法。301份，寻找有缘人。虽然只是平民级功法，但修炼到满级，堪比轻奢级。飞天神帮招人，境界不限，可介绍打工机会，入会费只需500。想在这里找个合适的兼职，可不容易，还是得利用学生身份搞差异化竞争。要是实在没人，就去接点快递搬运的力气，不能浪费时间。先抓紧时间修炼一会儿。兼职家教，这就是他的额外收入来源吗？老公，你看这个，月考成绩很不错，天赋好像也很好。另外，他找工作还不忘修炼，修炼态度也不错。哪怕给我们家俊臣当不了家教，当个陪练也不错呢。两位是有家教需求？我是第8中学高4生王旭，拥有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开学不到2个月，从倒数逆袭月考成绩年级前10。8中那是郊区的学校吧？可我们家俊臣是2中的学生啊，和这种人待久了，会不会基因突变，染上穷人的习惯？好吗？还没毕业，学历歧视就来。两位你们可能有些没文化，基因突变不是这么来。虽然我来自8中，但全市高中都共用同一套考试标准。我的数值和成绩可做不了假，用上我的办法，保证让你们的孩子数值突飞猛进。这样吧，先加个微信，如果实在找不到人，我再叫你。没问题，您随时沟通。原来如此。在劳务广场通过高转化率的种草文案，精细化人设运营。打造垂直 IP， 自己的天赋塑造人设，吸引有钱人目光。通过精准捕捉家长用户画像，引导添加个人微信进行私域沉淀。如果没猜错的话，他的微信号里恐怕还有自己的教培内容矩阵。这一套打法是谁教的？先回学校给白经理汇报吧。万一被校长发现，可就要扣我工资了。跟踪你的人已经离开，现在可以回来了。多谢吴经理。不客气，待会儿的代言活动照旧，我多给你1000。不过关于白经理的事情，你得仔细跟我聊聊。吴经理，啊，稍等，我还有差不多1700份文件要看，你先坐一会儿。好的，吴经理，您先忙。这吴有才，吴经理是和白崇义齐名，在无漏镜之上的化灵境强者。听说化灵境武者已经打破肉体凡胎的桎梏，能够引气入体，将天地间游离的能量融入骨血，将超凡之力锤炼于身，不仅气血如爆，沸腾似炉，更有甚者，只要能量足够，
甚至能做到断肢重生、枯骨生肉。相比无漏镜这些工作几天就得休息一段时间的孱弱武者，化灵镜可以真正做到365×24，全年无休，高强度工作，是真正获得了资本认可的生产力单位标准。平时工作有麻烦了，还充当保安或者打手，哪怕受了工伤，也无需消耗公司医疗资源。扔几吨合成食物，就可以缩角落里慢慢恢复。达到这个境界的武者，将被自动纳入中产候补池，拥有申请商业贷款、优先药品配送、子女名额置换权等权利。要不是去黑市后得到吴经理提醒，我还不知道严老师在跟踪我。结束。哎呀呀呀呀！说说吧，你和白经理那边是怎么回事？好的，吴经理，事情是如此如此，这般，后来又那样，所以才巴拉巴拉。我大概了解清楚了，这白崇义用的是标准化、体系化的耗材收割术，一环套一环，断绝目标，一切求助路径，全程不违法违规，最终让人连拒绝都会变成一项奢侈的权利。这个套路有钱人早玩烂了，可他居然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逼迫王旭，是刚刚上任急着想做业绩吗？你贷款被封了是吧？解封不好办，不过我有其他路子可以给你找点收入来源。你现在境界和实战能力怎么样？境界是金身境，实战能力中等偏上吧。主要我武器没学太多，但如果允许打药的话，我应该还蛮厉害的。只要药物管够，不说同级无敌，但至少也算同经济状况下无敌了。代言工作之外，我再给你一个半小制药的内部身份。1个月内，我这里药物一律7折。1个月后，如果你能到无漏境，我可以介绍你去地下竞技场去打拳。打拳虽然危险，但收益也十分惊人。只要你水平够高，1个月几10万都不是梦。但如果1个月后你连无漏境都无法突破，那我也只能说爱莫能助了。我现在数值19出头，3项数值全部破9才能突破无漏境，8点的差距，除非以修炼速度为重，完全不考虑性价比，把临时贷出来的4万块全部打，还有可能实现。但这样一来，我就彻底没了退路，到时候贷款还不上，网贷债主们轮流强迫我打白工，起码得无期徒刑20年以上。但干了，1个月突破无漏境时，我没问题。很好，贴耳朵过来，我先跟你说一下计划。好的，吴经理。吴经理啊，有必要做到这个份上吗？他怎么对你的，你忘了？这样不过是对等报复而已。虽然我是个学生，但我也不傻。按照你的计划，我的危险程度可大大提升了。没猜错的，你是想借这件事拉白崇义下马吧？虽然我是个学生，但我也不傻。按照你的计划，我的危险程度可大大提升了。没猜错的，你是想借这件事拉白崇义下马吧？怎么，你打算放弃就这么算了？不，我的意思是，得加钱。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想往死里整白崇义，但涉及到拼命这种事，只是介绍个工作机会，怕是不太妥当吧？我还是喜欢那种刚入社会不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单纯学生党啊，甜头都不用给，说2句好话就行。行吧，你要多少？10万无偿资助以及100万无息贷款。不可能，吴经理，我这可是搭上命在和你做事。不是，你怕什么？第7星界是法治社会，杀人可是犯罪，化灵境又如何？给白崇义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动手。
知道幸福者退让原则吗？你烂命一条，实力低下，毕业就等于失业，把衣服扯掉袖子都比你1年生活费多。他舍得和你换命，别看他境界高，你要真铁了心拼命，退缩的保证是他。只要他不出手，你晋升无漏境后有什么好怕的？哎，行，怕了你了。但我最多给5万无偿资助，贷款最多50万。无偿资助必须10万，1分都不能少。80万无息贷款，这是我的底线。不行就算了。啊，代言结束。提前预支10万无偿资助，突破成功后还能得到5年期60万的无息贷款。虽然还加了一条考入大专后必须以吴有才的名义与自然生物科技药业签订独家代言人合作的条款。但总体还是美滋滋。真没想到，半效制药和补剂力药厂一个在暗，一个在明，原来都是自然生物科技药业的分药厂。这俩人都掌管着天石市的数个药厂。吴有才这个耕耘了30年的本地人，虽然名义上地位和白崇义这个空降派等，但实际地位和工资待遇可差了小白一大截。难怪老吴一听到小白和我有过节，表现得比我还兴奋，合着是想把小白拉下。因祸得福啊！本来以为要被小白逼到绝境，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被大人物盯上了，不要怂，你只管开团，系统自会为你匹配队友。不知道严老师有没有顺手在家里装监控？保险起见，买武器还是躲着点买比较好。玄铁躯干，弓，顶级高奢防御型武器，吞吃金属，日夜兼修，可使得身躯拥有堪比玄铁的硬度，售价16万，颜面扫地，破坏对方武者内部身躯构造，一拳毁容，2拳脑震荡，只要8万。可惜高奢级别的攻击型武器不太靠谱啊。电车步售价9万8千。啊，这是中远距离货送员的功法呀，搭配上叉车功，还能远距离搬运大型货物，省下一笔过道水。就这步了，事不宜迟，马上开练。先来一针提神醒脑，引雷如惊，导火为鼓，双腿为滚，血虚电流，快则放电，急则自焚，痛不入心，速破万军。我操！啊，第1个周天就直接入门了，难道我是天才？或者这门武技修炼难度比较低？再试试。啊，一定是玄体演算过，提高了我对身体的掌控。修炼时我明白了哪里需要改进，便能够神随意动，轻松纠正错误。超高的身体掌控度、敏感性，搭配面板的进度显示，这才让我修炼进度远超以往。没想到外挂和武技居然配合了起来。先试试这门武技，按照这个进度，药效再给力一点，半个月突破也不是没可能啊。这一次我总算能压小赵一头了吧？果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花钱雇佣学校老师，提供免费药物，对优秀学生进行专项培养，每天最多可以补习4小时。这就是我浪费王旭修炼时间的最终杀器。清洁学校，卫生1小时，我这边再加4小时，每天5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我看你还怎么打工还贷，还怎么修炼。3大项数据都已经接近9.0的极限，慢则5、6天，快则2、3天，我便能够顺理成章突破到无漏境。王哥，玄体演算功太难练了，我到现在都只是2级的程度，感觉距离3级遥遥无期啊。以你的脑子是有点难练，不过相信我，哪怕考不上大专，这门功法对你日后找工作也很有帮助。既然王哥这么说，那我就再努力努力。这门功法对你日后找工作也很有帮助。既然王哥这么说，那我就再努力努力。最近这段时间，王旭，你这家伙进步速度是不是快过头了？感觉你的数值都快赶上我了。哈哈，有吗？这才哪到哪，等着我给你装波大的。清河，你怎么跟王哥说话呢？
别以为你无漏镜了就能高高在上，对王哥放尊重点。你懂个屁呀！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老登转世，老登转世会变成这个穷酸样啊！哎，小赵说的对啊，我确实不是。以后小鱼你也别叫我老登转世了。王哥明白了，从今以后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孺子可教也。看着傻逼和装逼，真想揍人啊！突破无漏镜的时候，也是这傻子捣乱，上我没能人前显瘦啊！冷静，我要冷静。哎呀，月底就是今年体育生考试截止日期了，最低要求可是无漏镜。王旭，你不会赶不上了吧？放心吧，我赶得上，按之前的进度肯定没问题。但最近疯狂打药、还贷、放纵餐等等都要钱，我的现金流马上就要断了呀。真不用我支援，你一点贷款额度都被封了，制药厂也没法去了。我感觉你最近吃药频率都越来越慢了呢。没想到被小赵看出来了，要不借点？王哥会没钱？王哥是什么身份？他的本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挣好几万，需要找我们借吗？这是当然，钱这东西在当今社会是最不缺的。我在说什么？我是在于景然面前装叉装习惯了。哦，是我多虑了啊。那就看王哥自己怎么解决了。你就等着吧，就算没钱了，王哥也肯定想好了退路。王旭，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课外补习申请已经顺利通过了。课外补习不是学校用于培养特定优秀学员的福利吗？这和我们能有什么关系啊？对呀，听说越优秀的补助力度越大。不过优不优秀是看跟校领导关系近不近来着。难道姓严的转性了？我给你申请的是第1档补贴药品，每天可花销剂量为20，这是这个月的药物，你清点一下。市场价大约在6500左右，但怎么全是精神类药物？雷老师能有这么好心，这些药全部都给我。我严大潮还不至于贪你这点小便宜。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课外辅导老师。今天我要教你的第一课是实战。练的是实战，但买的却全是精神类药剂，这是故意要坑我呀？不打点药再上来，打药太浪费了。自信是好事，但可惜过头了。高奢级武技崩空步。虽然没动全力，但也能把寻常学生打成重伤了。王旭只是手臂受伤，你的身法武技是什么品质的？另外，你现在数值是多少？前段时间刚买的高奢武技，数值也就差不多26吧。他哪来的钱买高奢武技，而且数值高达26，马上要突破无漏镜了。2个月前他还是铜皮镜啊，难道他真是老登转世？我运气就这么好，教学10几年才得罪几百个学生而已，其中居然就有1个老登转世。不对，应该是哪里搞错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底细。高奢武技镇河猎掌，厉害，居然接连躲过我6招。那再试试这个。很不错，王旭，你果然没让我失望。课外补习一般3个小时左右，有事的话可以提前跟老师说明。反正老师就在学校里，也不急于一时。你要是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你这么看我干嘛？不是说了吗？只是实战教学而已，你不会以为老师要害你吧？那你可把老师想得太卑劣了。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走？当然，我严大潮毫无天赋背景，却能当中学老师，靠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前1秒还在敌对，下1秒说跪就跪，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不过，我建议你先别走。我刚刚发现你在实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本能。比如说眨眼，人在危险时下意识闭眼是正常的，但实战中眨眼之间胜负可分。我可以给你来一次针对性特训，
这门课在校外可是得1500一节。不对劲，10分甚至有9分不对劲。难道是惜才？不可能，严大朝心眼比马眼还小，是一个喜欢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真小人。能改变他态度的只有权力跟金钱。难道是老登转世的传言？这种鬼话，除了于景然那个傻子，谁会信啊？实战训练吗？可以。很好，刚刚那一掌伤到你了吧？这是专业的细胞修复液，算是我刚刚打伤你的赔礼了。包装没拆，防伪标识未被破坏，市场价过万的2级药，这抠门鬼居然舍得给我，看来是真的误会什么了。人会怕疼、怕死、怕失控，但真正的武者必须最疼的时候睁眼，在最怕的时候冷静，时刻警觉敌人的下一拳从哪儿来。你要做的是克服本能，预测我真打哪，提前准备那块肌肉成伤，节省力气，留出还击时间。接下来，本能克服训练正式开始。虽然严大潮品格低劣，但教学水平真不是盖的，难怪一节课能卖1500块。快，太快了！这家伙的学习速度快得有点过头了。任何技巧学个2、3遍就能熟悉，来个10几遍就能融会贯通，就好像他是故意装不会，先演个几遍给我看，然后才假装学会一样。如果说之前只有2成把握，那现在他是老登转世的可能已经飙升到了5成。暂停。啊！我先突破一下。他数值不是才26吗？长得也太快了吧！有些老登转世后会等到一定年龄段才觉醒前世记忆，王旭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周身无漏，真气自流，神意通幽，内外通透。感觉我的肉身、血气、精神都已完美交织，这就是无漏境吗？突破的如此顺畅，为何药力副作用没有半点爆发的迹象？老严这能充电，反复使用的能量珠真好用啊！要没这玩意，我可打不了1晚上。就是太贵了，1颗就得好几万。多谢老师。就当是祝贺你突破无漏境的贺礼，这枚能量珠就送给你了。阿志，价值好几万的珠子直接送。阿志，价值好几万的珠子直接送。怎么没反应？难道还对我有意见？那该怎么表达歉意和悔改呢？之前老师逼着你买药，和你有些过节，是老师不对，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您只是履行职责罢了，何必跟我道歉？之前的事我都忘了差不多。我在这个学校最尊重的人就是您了。现在已经早上6点了，过一会儿学生们到校了，正好你突破了，我去找其他班老师给你开个表彰大会，让全校的体育老师轮流表扬你，让你在同学们面前好好装个逼，稳固一下道心。你意下如何？我一个学生懂什么？一切全凭老师做主。严老师可太有师德了。白经理吗？王旭那件事我干不了了，不是钱的问题，加钱我也不做了。那没办法，你们摘掉我的代理商身份，我也干不了。2个月突破到无漏境确实很快，但也不至于被吓到连代理商身份都不要吧？把王旭的实时数据发给我。贷款存封后，他就不上传资料了。公司在他身上的累计支出已经80万了。根据他展现的天赋 ，AI 大模型测算，我们应当迅速和他和解，并将奴役级合同改成牛马级合同。哼 ，AI 懂个屁！他懂极限施压吗？离王旭崩溃只有一步之遥。现在和解才是亏损最大化。现在和解，几10万亏损可就全算在我头上了。他父母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王旭父亲叫王磊，母亲叫邹灵思。他俩结婚是出于相亲机构基因互补，算法匹配。王磊血气质量不错，虽然家境极差，却有机会突破。
邹灵思天赋平庸，但擅长吸收外来血气。二人匹配系数极高，有一定几率诞下更高质量的子嗣，因此获得了政府初婚贷款优待和首房首立利率减免政策支持，被迫闪婚。只可惜王旭入学时天赋鉴定为低等偏中，是劣质中的劣质子嗣。夫妻二人扛不住现实压力，逐渐从互相利用变成了资源争夺。最终，母亲邹灵思离婚胜诉，分走了王磊一半血气。他因此顺利升迁为市中心小区的无漏镜保安，彻底断绝了与前夫及王旭的往来。而王磊经济跌落，收入微薄，被社会算法评为负资产男性，贷款额度被永久封停，只能靠打黑工勉强为生。很经典的大数据时代婚姻，没有感情，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与幻想。能联系到他母亲吗？可以，不过得花钱。